好，那么在这一节啊，我们要再跟大家继续来谈一下有关于认知评估的相关的一些心理学研究啊。那特别是我们要谈所谓有意识跟无意识的评估，英文是所谓 conscious 跟 unconscious 的 appraisal。那么在我们前面所举过的这些例子啊，它大概应该都是归类于所谓 conscious appraisal， 就是你非常清楚了解目前的状况是什么，你面对的这个实际的那个条件是怎么样，然后呢，你很有意识的，就是你会感受到自己这样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认知的评估。那心理学里面也有一些有趣的研究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这种认知的评估啊，也不能说很多的时候，但是至少有一些的时候呢，这种认知的评估啊，是在一种无意识、非常自动化的这样的状态之下来进行的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啊，要介绍两个很有趣也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实验呢，来说明什么叫做无意识评估哈。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个有关于听觉的这个实验哈。那么这个听觉的实验啊，是当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任教的 Robert Zion 这个教授哈做出来非常经典的一个实验哈。那么在介绍这个实验的细节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哈戴上耳机，很重要哦，这样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那么戴上耳机之后啊，我们会从右耳播出一些讯息哈。那么很重要的是，你听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要请你复诵哈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你个人在这个看这个荧幕听这个教学哈，所以做这个实验呢，旁边也不会有人，应该不会的哈，所以不会觉得说很奇怪。所以请大家来配合一下，现在戴上耳机。然后注意哈，我们在你的右耳所传入的讯息，然后跟着把它复诵出来，很重要哦，一定要跟着复诵哦。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将会以情绪以及情绪的调节，社会影响与社会认知，还有人格或者性格特质与心理疾患等3个角度重要的层面来探讨人际的关系与社会互动的本质，还有历程，还有各种可能影响这些互动与历程的这个因素，希望能够让修课的同学呢能够掌握好。那么现在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实验，或是当年Robert Zion 的教授他做的实验这个程序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熟悉了之后，请大家再做一次，我们就进入正式的实验。同样的哈，请大家戴上耳机。然后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你的右耳的部分所传来的讯息，而且呢你要跟着把它复诵出来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你真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右耳的讯息上。现在我们就开始喽。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将会以情绪以及情绪的调节，社会影响与社会认知，还有人格或者性格特质与心理疾患等3个角度重要的层面来探讨人际的关系与社会互动的本质，还有历程，还有各种可能影响这些互动与历程的这个因素，希望能够让修课的同学呢能够掌握好。那么我们的实验的示范呢，大概就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问几个问题不晓得大家在做第2次把耳机放上之后，那么仔细的听右耳传来的讯息，并且在复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左耳好像也传来一些东西呢？你可能会好像有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不是很确定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当你把的注意力、你的认知的资源都集中在右耳，而且很努力的把它复诵出来的时候，你大概有很小的机会或者很少的资源能够来去处理左耳的这个讯息。那么接下来我再问大家我们其实刚才在左耳，当你在很努力的集中注意力在右耳的讯息，并且在复诵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左耳也播了一些这种不成曲调，你可能很不熟悉的这些小调那么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下，来听听看这一段不是很有调性的这个音乐呢，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有听见过。OK， 好，你可能不太能够确定说，到底是刚才有听见过吗，还是没有听见过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播一个音乐的小段，然后来请问你呢，你觉得对这样的一个音乐，你的好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小的？好，那么这大概就是我们听觉的实验呢，大概示范到这里啊，非常谢谢大家的合作跟这个体验哈。那么当年呢，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来重复当年扎扬教授他所做的重要的有关于这种无意识评估的实验哈。那么在概念上我们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这个概念上是这样的，就是在社会心理学的这个研究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叫做曝光效应曝光效应就是英文讲的 mere exposure effect 这个 mere 就是单纯的，然后 exposure 就是接触，我们讲的曝光的效应。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这个指的是说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即便是只要一开始一个不会让你特别讨厌或者是负面的这个刺激，虽然你没有机会跟他更进一步的这个接触或者是了解他，它只是出现在那个地方，但是时间重复好几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人们对这样的一种重复曝光或者重复出现的刺激我们的好感会增加这个华人有一句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当然是说，丈母娘不至于跟女婿都不会有互动，但就是说，如果一个重复出现的东西，通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我们经常的这个接触到它，即便我们没有一个很进一步的这些互动，我们都可能增加他的好感。那么扎恩特的教授他所利用的在刚才我们讲说这个听觉的实验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在刚才做的这个实验我们这个实验我们是称之为分耳监听的实验就是 dichotic listening。那么所谓分耳监听，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右耳传进来讯息跟左耳传进讯息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请你还记得吗？我们请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右耳传的这些信息，而且请你把它复诵出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你把所有的注意力跟你的认知的资源呢，都集中在右耳，然后来处理右耳的讯息。那这个时候呢，你相对的可能就很少的注意力，或甚至几乎没有，或者没有什么样的认知资源呢，来处理左耳的讯息。所以在左耳所传进来的这些不成调性的这个音乐的这些小节呢，它就处在一种无意识被处理的状态那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当这些音乐不成调性的这些音乐小节，它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被你处理的时候，到底能够被你处理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那我们刚才还记得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这样播的一个小小的音乐的这个小节，你有没有听见过呢？你可能不是非常的确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因为它不是有特别的调性，所以很难去记忆它。那你可能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曾经听过的，还是根本我们就是另外一段完全没有让你听过的东西。那另外再来接下来的问题，我们问你说，这样的一个音乐小节，你觉得你对它的好感的程度是比较高比较大呢，还是比较低比较少？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或者扎扬教授当年的发现，就是说，即便我们对一个音乐的小调，我们分辨不出来到底我听过还是没有听过，这是我们一个认知的这个活动。可是我在这个上面的反应几乎就是到达50%一个猜测的这样的一个几率的水准。可是我在我的情感的反应或者情绪的反应上，我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重复曝光的效应。也就是说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用左耳播进去的这些音乐的小节的时候，其实有些是只播放了一次，但有些是重复的播放。那当年扎扬这时候是实验的这个结果就发现说，这些重复播放的音乐重复播放这些音乐小节，虽然我们辨识不出来它就跟单次播放的音乐小节一样，
我们辨识不出来说到底听过还是没有听过，都只有50%的正确率。可是我在情感上的，我在情绪上的反应，却可以分得出来。我曾经听过好几次的，我会有比较好感；只是听过一次的，我的好感的程度就比较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当年很有名的，就是说我在做一些认知的活动啊，我在做情绪的活动呢，其实是不见得需要有认知的活动作为它的这个基础的哈。这也就是我们讲的无意识的这个认知的评估哈。这是当年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哈。那么在整个的心理学的研究呢，也引起很大的这些影响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大家看一个视觉的这个实验。这个视觉的实验是很特别的哈，我们去找到一些所谓具有恐惧症的哈不晓得同学们自己平常生活当中，在台湾我们大概通常会听到大家对蟑螂或对蛇或对蜘蛛，大家都觉得这些是最好是敬而远之哈。那的确在心理学里面是有一些的这些我们的身边的这个朋友了，他特别的对比如说蜘蛛或者是蛇或者是蟑螂有这样的恐惧感。那么这个我们要提到这个视觉的实验呢，是国外也是美国的学者欧门他们做的实验就是找来这些所谓具有 phobia spider phobia 蜘蛛恐惧症或者 snake phobia 就是对蛇有恐惧症的人。然后我们把这些蜘蛛的照片或者是蛇的照片会让它产生恐惧反应的这些照片，非常快速的用视觉的方式呈现。我们在呈现的时候呈现的时间非常的短，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它一个马赛克马赛克就是 masking， 这个 masking 就意思就是说我把它完全很快的就遮了，因为呈现时间很短，再加上一个马赛克，所以这个受试者本人，当你去问他，你刚才在我们眼前这个荧幕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蜘蛛的照片，或是有一个蛇的照片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是没有办法讲出来说到底有没有看到，也就是制造一种所谓无意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是有趣的是即便是他们在认知上面讲不出来，他到底看到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让他恐惧的蜘蛛或者是蛇，他仍然在他的生理上的反应，比如说汗腺活动的增加，他的瞳孔会放大等等，这种能够反映情绪反应的这个生理的活动呢，它是会增加的所以对于这些具有恐惧症的人，即便你在把他所害怕的刺激呈现在一种无意识他没有办法直接认知到的状态，也可以产生一种评估的效果，然后引发他的情绪的这个反应所以总之在这一节我们跟大家介绍说，那么认知的这个评估，除了有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在一种有意识的状态之下来做的评估，可是也有很多的这个情境之下呢，我们可以从事无意识的评估。这些无意识的评估通常是我们高度学习自动化的这个历程，而且对我们来讲有直接的正面、负面或者好或者不好的这样的一种意涵的这些刺激，我们很可能透过我们高度的学习自动化的方式来进行无意识的评估。